大家好，我是阿辉。今天主题很有趣啊，iPhone 17的透明手机壳横屏。这其实是有点有趣的主题，因为其实我每年多多少少会拍一些手机壳啊、配件啊，不管是合作影片或者我自己买的，我都有介绍过。那我之前其实也说过了，我自己我个人其实比较常用还是雾面的防摔壳，或者像是碳纤维那种轻薄的保护壳，是我用最多的个人用最多类型。但是大家最常被大家问的还是透明壳怎么推荐。不过想想也好啦，我就干脆把市面上大厂牌买一买，跟大家介绍一集好了。想想好像也是不错。不过放心啊，这支影片很可惜，很可惜，还是说很可怜。今天影片没有干爹赞助啊，除了 UAG 的保护壳、透明壳，因为我最近才拍 UAG 干爹影片嘛，我就拿他们之前还没有还的样品来拍今天这一集的影片，也没跟他们讲。不过其他都是全部自费购入啊，买一买要花快1万块哦，真的很多钱呢。合作影片我都会标示哦。那今天保证公平，但是也保证就是很多个人的意见跟个人喜好啦。总之就是以我自己的喜好跟意见，推荐大家怎么买，还有今天产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总之，影片制作困难，成本很高，大家订阅一下频道吧。好，首先还是在个别介绍前，先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透明壳选购建议啊。第一个，你要先搞清楚，就是你要轻薄型还是防护能力强的，基本上是很两难。而且我简单的说，你要越轻薄，它的防护能力、抗摔能力可能就会越弱。那连带影响就是包含了它机器它镜头区的保护，它如果要做好一点的话，它的厚度就比较厚。那机器如果耐摔的话，它可能边框会比较粗，然后呢，萤幕也会本身因为保护萤幕，它也会高出你萤幕。那这部分的话都是连带你要注意的。然后基本上就是。越保护能力越强，它会稍微更重一点、更大一点。那如果是今年的话，以 iPhone 17来讲的话，它镜头区的大小比较大，你就要看看有没有包覆到镜头区域。还有再来是保护贴的相容性，这部分的话，大致上还是看你个人喜好，但是基本上就是你要先决定，你要越轻薄的，还是要越防摔的。或者找一个折中点这样子。那再来就是透明壳，还有一个很常见大家问的问题就是发黄的问题。首先先跟大家讲，便宜的那种所谓清水套。软软的那种软胶的壳，透明壳，基本上那个是一定会发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快的话1-2个月，慢的话3-4个月、半年、1年都会发黄。那很简单判别方法，我觉得很直接，就是如果做抗黄这个特殊处理的话，厂商他们自己一定会标示，而且一定会标到它外壳上面某个地方，一定会特别讲说我们有通过什么抗黄的处理啊，有抗黄保证多久。对厂商而言的话，知道他们是多花钱去做这个制程，一定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标示，这是大家可以注意的。然后另外，如果你要做个人就是如果你觉得真的很担心发黄的问题，那你稍微选一个有颜色的，例如可能是渐层色的透明壳，或者说是雾面透明壳有颜色或是有渐层的，它其实整个变色风险就不会这么明显啦。那再来第三个特殊选择就是特殊功能，这部分就看个人喜好，例如按键好不好按，有没有金属按键。那今年的话，应该说从去年前年开始，相机控制按钮、动作按钮这些按键部分的有没有延伸。就看你要不要用到，然后再来是手感好不好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有些女孩子喜欢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挂绳，那挂绳有吊饰孔的特别的考量点。那这些功能的，我自己反而是觉得对于本身产品的厚度几乎不太影响，重量也是微乎其微。目前来讲比较多常见是相机控制按钮有没有做独立的延伸。那磁吸部分的话会差比较多没有磁吸功能，其实大概省个5公克左右，更多还是外形上的选择跟喜好。所以这就看你的有没有需要用到，我们待会个别保护壳我们再来说。那再来就是预算这也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讲，就是贵不贵、便不便宜，看你自己的选择了。那我觉得以你的喜好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保护壳，我觉得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接着我们就个别来介绍每一个产品。那比较特殊的话，甚至我帮你们都想要的知道的，我都帮你量测好了。做保护壳也可以做跑分的每个壳今天的测试的7款壳吧，大概总共有10组。那每个壳的实测重量、厚度，甚至是磁吸然后后面 MagSafe 磁吸的拉力，我都用拉力计帮你做实测了。这边有总表，那每个产品我们会讲他们特别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介绍。好，首先是苹果的官方的透明保护壳
它的特点我觉得优秀的是它的手感很优秀，然后再来非常轻巧，但是它并没有标示它的抗摔能力。主要是这个表面处理，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滑顺。它透明壳表面还有上 coating 啊，就是有上涂层，所以其实握起来是非常非常滑顺的。甚至你透明壳比较容易沾指纹的状况，它也是比较轻微。但是相对来说，因为它滑顺的情况，可能有些人握起来会觉得会有滑手的情况，这是要注意的。它下方则是一个完全开放设计，当然就不会挑什么传输线啊。但这个开放设计可能就比较不适合装像是挂绳、挂片类的挂绳，甚至它本身也没有那个吊饰孔的设计。那这可能就是你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今年其实苹果自己官方也有出背带，有出挂绳，但那就不适合这一组原厂的透明壳，这是要注意的。那今年比较大的一个争议的地方，就是在 Pro 跟 Pro Max 机型啊，它后面有一块这个透明的白色的。那我们大家猜测，可能是因为要挡掉它今年的苹果 logo 偏下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这个有人就说戏称它叫 Surround Pass 啊，有一块贴布的感觉，因为它的透明壳只有一款颜色，就是白色，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今天装橘色的机器的话，它这边就是会一块白色的补丁贴布的感觉。我是觉得苹果应该要出对应几种颜色，例如深蓝色，例如橘色啦，但它只有白色，你可能是银色机器配起来都 OK， 但是如果是橘色或蓝色的话，就看你喜不喜欢这样风格啦。好，第二款是 UAG 的全透系列啦，那也是我们之前我才刚介绍过，有独立影片，大家可以参考以前的影片。那这个全透系列啊，是今天介绍的产品里面它抗摔能力最强的，官方是有宣称它通过 4.9 公尺的抗摔能力，所以已经接近2层楼多了齁。那包含选择性也是更多的，那其中包含的就是它有完全全透明，没有磁吸 MagSafe 的一个固定版本，它就是最轻薄的选择。那也有加上磁吸圈的版本，那还有就是再来就是加上磁吸圈，又有相机控制按钮版本。那相机控制按钮它接近设计就是接近于苹果原厂的设计啦。那3种版本它的价格会有点差异，那这就看你的需求去做选择。那 UAG 的话，我觉得重点就是它的透明壳面抗摔能力非常优异的。那在底部也是有双吊饰孔，就两边都有，甚至底部也有原厂挂片，他们自己有出手绳嘛，有出挂绳，他们有出颈片挂绳，挂片的预留位置。那所以说选择性是比较多、比较完整的。那再来就是它本身它的 MagSafe 磁吸线圈可以看到，它是自己特别的一个六角形设计，这也算是前2代开始 UAG 跟其他常见的磁吸线圈设计比较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识别度蛮高的啦。那再来就是它一个很实用的地方，就是它的抗滑纹路是很深的，所以整个握持起来，我觉得它的防滑性跟它的防摔效果是相对我会觉得是一个比较信赖的版本。但它缺点可能就有2个，一个是重量，如果你是全功能的话，重量会稍微重一些，然后再来就是它价格会比较高一点。好，那第3款是要介绍的是 Laut 莱德的磁吸晶透保护壳它相对就是它非常轻巧。它有基本的一定的抗摔能力，它的抗摔能力官方标示是2公尺，所以日常使用是完全不用担心啦，价格也是比较便宜一点。然后这款 Laut 我觉得它的特点就是它非常轻薄，缺点的话可能是说它是没有做相机的延伸按钮，那但是因为它本身轻薄的关系，我觉得按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轻薄这点我要特别说，是因为它的重量啊，甚至比我们前面没有标示有防摔功能的原厂保护壳、原厂透明壳还要轻巧，所以说可以说 Laut 是一个原厂非常好平替它有更轻巧的重量，但是防摔能力反而更强。官方就有标示有通过2公尺的防摔控制啊。那特别要说是在磁吸这个部分啊 ，MagSafe 磁吸，我自己测试啊，反而是今天测试产品里面这个 MagSafe 磁力最强的一款，所以这一款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你轻巧又有一定程度的防摔能力。好，那接下来是这款是工匠保护壳这款啊，它防摔能力跟前面 Laut 一样是2公尺。那比较特别的是它外形设计是透明壳面比较特别的，甚至已经跟纯透明壳不太一样了，因为它设计多了一点。那这个外形设计，这个白边啊，看你喜不喜欢吧。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但如果你喜欢纯透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那这次比较特别的一点啊，是除了保护壳本身啊，它甚至是有标配一个镜头保护镜在里面的，甚至是包含了这个 decal 区整个完整保护的，装起来一体性也蛮高的。以这样子内附这个镜头保护镜来讲，搞不好是这里面 CP 值算高的一款。它本身也有蛮好的一个防滑能力，握起来是蛮舒服的，可以说外形是蛮特色的款式，跟 UAG 一样是属于比较个性化、比较特殊款的一个透明壳。然后再来介绍是恶魔壳，然后恶魔壳啊，在台湾算是也是蛮知名的一个厂牌，它选择也蛮多的。
那本身是没有标示，至少我没有查到它防摔能力几公尺，并没有标示到。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防护能力部分啊，在镜头区部分他们有特殊强调是金属的镜头框。不过我个人老实认为啦，是应该啊，就是因为毕竟保护壳就是为了要挡煞，或者说你要防止机摔下去的时候摔到手机本身，所以我是觉得金属的镜头框或是塑料做的镜头框防护能力其实最终是没有差太多，更多还是个人喜好啦。毕竟它金属质感有人会比较喜欢。那也就是恶魔壳来讲，同样金属设计，还有它们两侧的按键部分，它这边动作按钮，然后音量按键跟电源按键都是金属按键，然后手感明确，我觉得蛮好按的。不过它是有点偏小，所以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它按起来的话会稍微，我个人是觉得会有一点点痛的感觉。但是它本身是比较小的按键，质感不错，就看你喜不喜欢这种小按键的设计啊。那旁边还是有小小的一个防滑纹路，跟 UAG 类似的设计，不过这部分防滑能力可能还是 UAG 比较好。这个就算蛮特别，也是蛮特别的一组保护壳吧。再来犀牛盾出了透明保护壳，防摔能力不错，是 3.5 公尺。那我自己试用后的心得啊，我是觉得除了防摔能力不错之外，它的按键手感，它是塑料按键，在这几个地方，整个按键手感控制的非常好，我是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地方，就是按键部分，甚至我觉得比刚刚的恶魔壳部分手感是更好的，但塑胶跟金属质感就是不一样，是要注意的。然后它这一款也有相机控制按键，我个人是会觉得有点特别啦，因为第一个你会发现它相机控制按键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其他按键其实跟原厂会比较接近，都是白色的，但它是一个黑色的，感觉有点像是导电橡胶嘛。那使用起来的灵敏度蛮不错，但是比较特别是大家的这个相机控制按键其实要求都是平的啊，但它其实仔细看的话是稍微微突出，然后整个相机控制按键是一个嵌入式的，但是它可以被拿下来，所以你要注意拆装的时候，有可能相机控制按键是会掉下来的，你要注意不要拆装的时候掉落了，这是会比较特别的地方啦。不过相机控制按键这种凸出来的手感，我自己是不喜欢啦，但是你们可能可以先试看看，因为其实控制起来是蛮好控制的，就是个人喜好，我自己不太喜欢。特别要说的是，犀牛盾壳啊，一直都有一个小问题，但是我个人蛮困扰，就是它超级难拆的。我用它帮 play 就很难拆，到现在也是，大家斟酌一下吧。我先不拆了，留给导演拆，真的好难拆哦。好，接下来介绍这款是 Max E 的透明壳，那它的抗摔能力啊，官方标示是 4.8 公尺。今天的介绍里面仅次于 UAG， 但是本身因为比较轻巧的关系啊，所以如果是要轻巧又防摔能力强的，这款蛮不错的。不过特别注意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按键是金属按键，质感蛮不错的。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有没有听到？它的按键啊是另外牵上去的哦，所以安装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碰到一个注意的状况，就是装上去之后有时候会卡住你的机器。所以这点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安装的时候是没有发现有刮到手机的情况，但是安装的时候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会不会是有时候比较不好卡进去。现在好像还 OK， 但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按键部分的安装问题。那它底部啊也是有双吊式孔，喇叭的两边稍微小了一点，不过还是有的，它还是可以做双边的一个挂绳的安装。壳也是有点难装，但是比犀牛盾好啦，算是今天里面第2难装的壳。好，最后一款是 Monocozy 哈，那它防摔能力啊，官方数据我没有查到，认真说，不过有查到一个资料，不是官网啊，他说有 1.2 公尺防摔能力，所以算是日常生活一个的等级吧。1.2 公尺可能就是如果你手滑还可以，但是我高一点可能会有危险这样子。但它要特别要说，就是它是非常非常轻巧，它甚至是今天测试里面最轻的一款保护壳。甚至跟很多那种杂牌啊、那种会泛黄的那种清水套重量是有的，瓶身还更轻的，它比原厂会轻非常非常多。再来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虽然轻巧归轻巧，装给大家看。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在 decal 区域啊，甚至是有覆盖右侧的一个防护的。因为现在有一些传闻传出是说，镜头区域啊，这次的 iPhone 16 Pro 系列镜头部分的掉漆的可能性比较高，虽然防护多的这一片其实也蛮不错的。它是有相机控制按键，但是比较像是一个薄片在上面，所以它对于手感部分，它还是一个内嵌的一个情况。那更多这个像它的相机控制按键是薄片去保护刮伤的一个问题啊。
那跟其他厂牌有相机控制按键是延伸的，是比较不一样的，属于一个保护的类型。但它的优点是非常非常轻巧，我用过，反而是我也蛮喜欢的一款透明保护壳。好，那最后推荐我还是选几款跟大家说我自己喜欢的款式，还是要说齁，因为其中选项有约具啊，有一定有人会说是业配，那真的不是啊，因为我缺点你直接讲啊。先要讲是，如果今天这些保护壳面防摔能力最强的，我还是推荐 UAG， 因为数据就摆在那里。那缺点直接讲啊，就是比较贵啊，所以你就是这点要斟酌一点哦。它设计就是有点美式风格，然后再来是会比较相对比较大、比较重一点，但它防护能力最强，然后再来是价格比较高。好，那第二款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平衡的选择应该是 Laut 吧，因为 Laut 的话，它其实已经可以做到2公尺的防摔，但它的重量甚至比原厂还要轻，所以我个人偏好来讲，我想要轻一点保护壳，我会选择 Laut 的款式。然后跟 Laut 一样相提并论的第2名，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工匠品牌。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它的外壳啊，就是外盒比较没有质感，但是本身的设计比较特殊，它的白色外框，个人蛮喜欢的。也可能是个人喜好，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有附赠这个相机的相机区域的这个保护镜啊，等于是性价比也蛮高的。然后第3个则是最后这一款 Mono Cozy 它就是特别轻薄啦，所以以我自己喜欢轻薄保护壳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好，那说到底啊，这些透明壳我个人还是比较客观，就是选择这几个项目，然后跟大家做推荐。然后一样就是我今天有提供我今天测试的总表，包含是重量实测。包含厚度实测，厚度实测含了这个，我会特别要测的是这个左右的厚度，也就会影响到你握持的感觉，越窄化越好啦。那镜头的厚度则是会影响到手感，给大家参考保护镜头的一个部分。那重量实测部分当然最直接，越重就是会相对比较重手。那轻薄的话，你就要考量一下它提供的防摔能力你能不能接受啦。那再来就是磁吸部分呢，我有提供给我自己实测，用拉力计测试的部分。那这部分的话，主要就是如果你有在用车用啊，例如像车架，例如行动电源的话，选择吸力比较强的机型款式啊，会比较好。那其中要注意的是，当然是如果你是完全没有磁吸的设计，你就会注意到这个数据非常低，因为一般原厂可能是 8.7N， 那大部分的手机壳会落在6到10N 左右。那如果你是没有磁吸延伸 MagSafe 功能的话，它会掉到只有2N。那2N 的话，大概就是一般的充电器放着充可以，但是你要吸附着的话就不适合了。这点就看你自己的需求选择。因为我们刚刚讲是 UAG， 它其实 UAG 就有一款是没有磁吸的版本。那一款的话就是全透明，最漂亮啊，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我们后面没有像这个磁圈之类的。但是它相对来说，你要用磁吸的部分，你就要考量这个吸力部分的影响。那以大部分的考量点，我都会建议大家选择有磁圈的。那如果是相机控制按钮，就看依照你的需求去做选择。例如像我自己用啊，我是觉得不会差太多。但是如果你常用这个相机控制按钮，则是选购有磁吸控制按钮的机型的保护壳会比较好。好，以上就是阿辉影片，有问题欢迎留言啊，我尽量帮大家解答。当然保护壳透明保护壳太多了，我真的测不完啊。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开第2集，应该不会吧？好，你想要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下面留言，帮你解答。